1183年，穆真軍在水島之戰中敗於平氏，加上之前穆真義重行廢立天皇之事，導致了眾叛親離。知道他已經無力回天的後白河法皇聯繫了源賴朝，後者說服他承認其在東國的統治，並委托源賴朝調解穆真義重與平之盛。源賴朝便設立了管理武士的士所、管理經濟的公文所，以及負責裁判工作的問注所，屬於幕府的政權體系初步建立。文治元年，也就是1185年，潭之浦之戰中，源義經徹底消滅了平家政權，鐮倉幕府又得到了負責各地治安的守護，以及負責土地事務的地頭兩項職能。源賴朝成為了實際的日本政權領袖。5月，源義經乘着潭之浦之戰的餘威，以完成了滅國戰爭的西市名將之姿率軍回朝。儘管呢，源義經在征戰的過程中不斷地強調他和其他的將領一樣，都是其兄源賴朝的麾下将領而已。回軍的途中也寫了情深意切的邀月狀向源賴朝表忠。但是此時的源賴朝面對源義經已經是賞無可賞了，再下去就真的要搞加酒赐呀、入朝免禮啊、免死金牌之類的燒東西了。而且西國原來平氏之下的武士們幾乎全數被源義經的軍事才能所折服，連天皇家族都在源義經的手裡，不僅功高震主，而且基礎雄厚。最終源賴朝決定放棄源義經，沒有給源義經任何的聯繫。源義經回到了京都，發現不僅沒有人迎接英雄歸來，甚至源氏的人都沒有幾個在京都的。他接收了一座只有天皇和朝廷的空城，已經是明顯的源賴朝打算和他打一仗的意思了。之後呢，源義經決定繼續前往鐮倉，向源賴朝述職。是的，英雄是可以跪的，甚至可以從胯下鑽過，但是降低身段接受侮辱，通常什麼都改變不了。源義經就是這樣的例子。等源義經抵達了鐮倉，源賴朝以義經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接受了朝廷的官位為由，拒絕讓他入城。源義經於是只能在附近駐紮，試圖說服源賴朝。10月11日，受源賴朝命令，土佐藩昌俊夜襲6條枯川的源義經住處，義經差點因此喪命。無可奈何之下，源義經只能返回京都。此時他是否集合了麾下對源賴朝不滿的人另立朝廷，現在的爭議還比較大。無論如何，源義經回到了京都之後，朝廷封他為伊予守。11月1日，源義經向後白河法皇請賞，管理四國和九州。之後沒有收到源賴朝任何消息的源義經離開了京都，前往平定四國和九州。世間關於他將與其叔父源行家聯手反抗鐮倉的傳言甚囂塵上。源賴朝和源義經矛盾的原因主要認為有4個。其一呢，是源氏中存在的雙重領導的問題。源賴朝是源氏嫡流正統繼承人，源義經是源賴朝的異母弟弟，但是寄居於澳洲藤原氏。按照当时的習慣，應該是宗家與分家的關係。但是源義經把老板的大餅當真了，自認為和源賴朝是兄弟的自己，也是源氏宗家的人。他和源賴朝的家臣們之間的關係，也形同主君血親和家臣的關係。源賴朝對於源義經傲慢地對待同僚們的態度不滿。此外，在石橋山之戰中，對源賴朝有從龍救駕之恩的重臣委員景時，實際也是鐮倉幕府的3號人物。他在潭之浦之戰後，也建議源賴朝除掉源義經，以防為大不掉。第二個原因呢，是義經的戰鬥方式。源義經是軍事的天才，用兵方式不拘一格，像是伊之谷之戰從懸崖俯衝發起進攻，烏島之戰在暴風雨天氣從海上發起奇襲等等，加上他帶頭衝鋒作戰的方式和喜歡奇襲的作戰習慣，都讓源義經擁有了過高的軍隊內聲望，而在後方官員中的評價則不佳，這就加大了源賴朝的管理難度。潭之浦之戰中，源義經命令集中射擊並非戰鬥人員的平家剁手的行為，更是完全違背了當時的戰爭道義。即使是鐮倉幕府中對此也多有不齒，在民間则是变成了对源賴朝政權合法性的質疑。第3個原因呢，是源義經背了丟失天皇3神器的鍋。對於潭之浦之戰，當時京都和鐮倉的意見都是以定鼎決戰為目的，並沒有想到最後會變成平家的全軍覆沒。但是戰役的結果，不僅前政權的行政官員們幾乎全員跳海自盡，年幼的安德天皇也死在了海中，天皇家3神器之一的草薙劍也從此徹底失蹤。這搞得源賴朝向朝廷交還3神器時，就像是下級犯錯之後被迫自己向上级道歉的中间管理層。當然，源赖朝也不是什麼替下屬背鍋的好上司，之後朝廷中也因此責備了源義經。最後一個原因呢，是源義經擅自從後白河法皇那裡獲取了官位。如果源賴朝真的把源義經當成兄弟，前3條根本都不算事。但是這件事，即使是兄弟之間，源賴朝也不可能原諒了。源賴朝為了集中權力，對同族可以說是毫不手軟。不僅是穆真義重這樣實力強大的源氏其他支族，
甚至是關東的源氏族人也被元代朝斬殺了不少。為此，元代朝曾經下令，為了防止內訌，源氏族人不得在沒有他同意的情況下獲得朝廷的官職。然而源義經就在沒有告知元代朝的情況下接受了官職。最終元代朝下定決心，認定源義經為朝敵，下令討伐。儘管源義經希望謝罪，但是元代朝拒絕赦免。後來源義經輾轉各地，最終前往了他度過年輕時代的澳洲平原。澳洲藤原氏的藤原秀衡接納了他。元代朝則稱包庇朝敵等同於叛亂，派軍與澳洲藤原氏對峙，要求交出源義經。後來藤原秀衡病死，其子藤原太衡抵擋不住壓力，決定投靠元代朝，將源義經的首級作為投名狀交給了對方。而後元代朝又以藤原太衡私自處決了朝敵，是藐視朝廷為由，下令繼續進攻，最終消滅了澳洲藤原氏。其實，在藤原太衡投降之前，京都的朝廷已經着手支持澳洲藤原氏阻止元代朝開幕的野心了。借助天皇的支持和源義經的声望，澳洲藤原氏或可一戰。不過歷史並不能這樣假設。總之，如此一來呢，再也沒有一支地方力量有實力與鎌倉幕府平等對話了。順帶一提，元代朝軍隊與澳洲藤原氏軍隊的主要對峙地點是伊達地區。在這一系列的衝突中，一位武士表現出色，成為了當地的一方勢力。其家族後來便發展成為了赫赫有名的伊達氏。1192年，元代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標誌着鎌倉幕府時代的正式開始。與之前的天皇政府不同，政權統治者不再是朝廷貴族階級了，而變成了武士階級。這種由武士組成的政權便被稱為幕府。鎌倉幕府的中央機構沿用開幕前的設置，主要包括市所、正所和問住所，地方也沿用了守護制度和地頭制度。作為軍國體系政權，集權獨裁那是必然的。鎌倉幕府把維護地方治安的政治優先級排得很高，在民間建立起了警察國家的體系。在初期的中央機構中，市所由被稱為御家人的將軍直屬家臣們統治，由和田義盛擔任別當，負責領導工作。正所則主要是負責政務實施和財務工作的專業官僚們組成，由大江廣元擔任別當，負責領導工作。負責處理裁判工作的問住所，則是由山上康信作為執事領導工作。各地守護的組織類似於軍事警察制度，是將軍指派一位有力的御家人擔任一國的守護，該國其他的御家人支持其工作，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核心工作是3條：警備動員、逮捕謀反者和逮捕殺人者。雖然原則上守護不得干涉私人土地，不得進入私有莊園，但是這些守護體系下工作的御家人們大多也有地頭體系的職位，而地頭的職能就是向莊園收稅、管理土地，以及維持守護職能之外的治安。而且地頭自己也可以擁有莊園，所以很快懶得分那麼清的地方御家人們就默認了官職是由血緣來繼承的。作為御家人的工作就是收稅和維穩，實際上就是當地的土皇帝。地方御家人和將軍的這種關係，被將軍派往地方就被稱為御恩，御家人上交的稅金則被稱為俸公。在御恩俸公制度發展的過程中，御恩逐漸變成了幕府向御家人提供土地的所有權，也稱本領安堵。之後若是御家人有所功績，幕府再次授予土地，稱為新恩給予，也是御恩。獲得這些御恩的御家人需要參與軍事部队或者是治安維持部隊的工作，這種行為本身也被稱為俸公。御恩俸公制度或稱御家人制度，也伴隨着日本武家時代數百年，塑造了日本特有的主从關係文化。御恩俸公制度屬於行政的一側，作為軍國體制的幕府政權，軍事一側的武士制度自然也是核心制度。镰倉時代初期採用的武士制度是宗領制度，這是從屬於御家人制度的組織方式。宗領制度呢，要求武士們以血緣關係結成武士團，武士團的領導人便被稱為宗領。镰倉幕府希望以此來加強御家人們對武士團的控制力，加強幕府對御家人的監視能力，也減小武士團的規模。就這樣，御恩俸公制度和宗領制度構成了镰倉幕府的基本制度，武家政權真正的開啟。不過朝廷也好，镰倉幕府也好，都不會宣稱镰倉幕府是通過軍事革命取代了前政權的新政權。京都朝廷本身也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機構，並且在一定範圍內徵稅。在官方的話語體系中，镰倉幕府只是擁有了更大自主權和更多執行權限的政府機構，政權一直都屬於京都朝廷，稱為公武二元系統。就這樣，在元代朝對外鏟除異姓、對內鏟除異己的努力和強力推行新制度的艱苦奮鬥之下，武士作為統治階級的新國家形態終於基本穩定。源氏可以作為武家棟梁，成為實際上的日本支配者。
然而他的这些設計最終還是偏激給了平家。是的，元平之爭到現在還沒有結束。不過這些故事就留到下一期吧。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啊！我們下期再見。